牛排三明治，一款日本的常见小吃，因为酥脆的口感和友善的价格传遍全球。但是到了纽约以后，它却变成了一款价值$85的 A5 和牛三明治，而且还被做成了限量款，一天只卖3份。不就是和牛吗？来，我教你们做。根据网上发布的探店资料，这家餐厅的和牛三明治是限量发售的，所以如果想吃到的话，得至少提前1个月预定。It's not limited. It was limited in the beginning, but now it's always available. Great. Can I come tonight? No problem. 果然，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民族，就是喜欢在限量以后马上量产。这家餐厅的名字叫 Sakamai， 从唐人街出发步行10分钟就能到。朴实无华的外表装潢，配上不算宽敞的内部走廊，基本是纽约普通餐厅的标准搭配。可是他卖的东西真的一点儿都不普通，比如这个售价22刀的卵上卵，还有19刀一根的章鱼腿和32刀一碗的海胆面。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？还算贵吗？最后就是这个85刀一个的和牛三明治，我感觉吧，它比探店视频里的小一点点，大概就长4厘米，宽2厘米的样子，一口就能吃3个，一盘的话3口就能吃完。但是有一说一，牛肉的部分还真的是货真价实，粉红的纹理透出3分熟的气质，和牛的脂肪也均匀地分布在每一寸肉里，一口下去能感觉到肉味充满了整个口腔，伴着汁水而来的是如雪片一般融化在嘴里的油脂香味。如果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，那就是酱汁的味道稍微重了一点点，盖住了和牛本身的香味。不过总的来说，除了价格不太友善，这款和牛三明治的味道还真的不错，而且直觉告诉我，它复刻起来肯定超级简单。所以我一出店门就找到了一家和牛专卖店，只要把它做给你们看，你们看过了就等于吃过了哈。我现在在纽约大学附近的一家牛肉专卖店，据说里面卖的都是纯种的 A5 和牛啊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Wow, look at those marblings！ 第一次买这么高端的东西，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一个牛肉专家帮我鉴定一下。有了专家的意见，果然放心多了。Okay, kind of one slice of sirloin, about 1 inch thick. OK, 买回来了。你看这个花纹很漂亮哦，再过半个小时就黑了，这样下去不行的，马上就得吃。先来看看教程啊，怎么炸和牛。果然，这个真没有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根据我丰富的炸猪排经验，肉的表面肯定要用这种细长的 panko 面包糠，然后是蛋液，因为蛋清越多就越挂不住面包糠，所以我选择了3个蛋黄搭配2个全蛋的配方来增加蛋液的粘稠度。为了形成完美的比例，鸡蛋的大小也得完全保持一致。和我一样有强迫症的同学，还可以把它们按1字形排列的整整齐齐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至于炸多长时间嘛，高手的自信来源于面对未知事物时的从容淡定。一般来说，7成熟的炸牛排需要在180度的情况下炸3分钟，所以对于 A5 和牛来说的话，我觉得170度下锅，再用小火静炸2分半钟，应该就能炸出3成熟的样子。最后在室温下放置5分钟，让汁水回收到肉里。你们看好啊，这一刀下去肯定是标准的粉红色。我去，这都已经全熟了吧？唉，我算是知道什么叫一刀下去心在滴血了。这个东西果然不是普通人就能炸的。但是做失败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拿出来误导你们呢？所以我一咬牙，又去了一次那家店，直接买了2块肉，一块先用来煎，另一块再用来炸。你们看。这么贵的东西，我平时肯定不会吃的。看在我连买了2次的份上，求你们点个赞给我报销一下吧。而且因为翻车的成本实在太高，我还准备了便宜点的菲力牛排，用它来尝试最佳的油炸温度。还有就是酱汁，因为觉得店里的味道太重，所以我只用了一些朴实无华的酱料，加上一点点磨碎的洋葱，混了混了。哇，这个味道绝了，好吧？
最后，根据官方的说法，面包的部分必须要含水量最高的日式生吐司，在烤箱里175度烤18分钟，变成酥脆的样子。全部准备工作完成。切开和牛，放进煎锅，果然，只要大火煎90秒，它就能变成5成熟的样子。这才是完美的 A5 和牛嘛！最后再试试菲力，用170度的油下锅，在面包糠的保护下炸1分半钟，让它表面有个烫伤就行。你们看，这果然完美的还原了店里的样子。那么这次肯定没问题了。话说，你们中秋节都吃了什么好吃的吗？这份牛排就请你们先吃吧。你们看，只用一块简单的牛肉，配上一些简单的酱料，再加上一些简单的面包，就能做出一份完美的和牛三明治了。看看这个颜色，还有这个汁水，轻轻咬下去，满嘴都是幸福的感觉。而且这个酱汁真的是最大的惊喜，酸甜适中，配上洋葱略带刺激的口味，完美的突出了牛肉的本味，简直占拖把都好吃。所以这块菲力牛排和这块和牛牛排，你们更想吃哪个呢？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